中午吃个猪脚粉，在路边吃到挺实惠的，这个才4.5万越南盾，大概13块钱。在那边在追星，我去看一下，第一次遇到越南的追星，粉都来不及吃，就想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阿树。在本集影片中，我们将一起乘坐夜游观光车，领略越南最繁华都市的夜景。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参观越南的最高楼，位于胡志明的赖马81，感受越南最高档小区的生活方式。不过刚好遇到一群年轻人在追明星，追的是什么样的明星呢？mọi người từ đây qua chưa? Mọi người từ đây qua chưa hả anh? Đây rồi ạ. Đứng xếp vô nào. Low power, please hold.难道全世界的追星都是这么疯狂吗？还是继续吃粉吧，他不会把我的粉给端了吧？还好，在。一边吃一边感慨，是怎么能做到13块钱就有这么一大碗的鸡脚粉、猪脚粉？可以啊，这味道也不错。而且鲜嫩的猪脚蘸着这个它的特色辣椒酱，挺好吃的。来越南2个多月了，第一次吃肯德基。这里要20块钱左右，7万越南盾，8、9天了。第一次搭车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新的郡。然后眼前这些住宅楼呢，就是越南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叫 Win Homes 开发商开发的。你看，越南也有这么高的住宅楼啊！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住宅楼小区啊！哇，看一下这入住率怎么样？你看，现在这一栋大概是有几十层啊，而且有好多栋啊，这是4栋、5栋、6栋，而后面还有。我过这边来呢，是想看一看越南最高楼的哈，赖马81，就在这些住宅楼的簇拥之中。哇，让我想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小区，这个中国贵州的花果园小区啊，虽然这个规模很难以企及啊，但是这种高楼林立的感觉，确实让我不由得想到花果园小区。眼前的这个叫 Landmark 81，就是越南最高楼。看一下，你看有没有一种直冲云霄的气势啊？和前面介绍的密集的住宅楼一样，赖马81呢也是由越南目前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Win Homes 开发的。那么它的母公司 Win Group， 我曾在越南的这个富人区那集影片有介绍过，它是整个越南市值最大的公司。Win Group 下面的很多子公司呢，都是在越南各行各业的这个龙头企业，比如它旗下的 VinFast， 也就是越南最大的本土电动汽车品牌。那么 Win Homes 呢，它主打中高端和豪华住宅。
那么 Landmark 是越南目前最著名也是最高的一栋摩天楼，有81层，地下还有3层，总高度461.2米。在西贡河边的 Vinhome Central Park 项目，2014年动工，2018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一栋越南最高楼呢，是一座混合用途的大楼，比如它分为高端住宅单元、豪华公寓。那么第二部分是酒店部分，从47到71层为5星级酒店。那么地下几层呢是购物中心，还有电影院、溜冰场等娱乐设施。最高的3层，也就是79到81层，提供观景和餐厅、吧台之类的一个服务。Landmark 81可以说象征着胡志明市乃至越南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步伐，也代表了越南在豪华房地产、国际化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个水平。所以河内老城那种破破旧旧的街道很窄的样子不代表越南的一个发展水平啊。咱们看一看这些摩天大楼啊，是否让你颠覆对越南的认知，对越南的印象呢？这里也是各种大牌云集的地方啊，里面的商场，这种社区的感觉扑面而来，因为家长遛娃。我应该早一点来到这个地方的，来胡志明第8天了，才慢慢悠悠的坐公交车过来看一看这个最高楼。这个地方跟胡志明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是这种住宅的密度以及它的高度都是整个胡志明之最的，乃至整个越南之最啊。背靠着越南最高楼，这有一个露天的图书市场，卖儿童书籍，也有衣库。这个小区啊，或者说这一片地皮啊，这个地方就很有那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氛了。从背面看，越南最高楼 Landmark 81是不是有81层？还有电影宣传的，这里可能也会有很多明星吧。Hello， 哎呀 ，You just so good。Thank you 。我就说怎么还躺下了，原来是拍照，为了出片也是拼了。你看这个越南最高楼啊，这个脖子都要养得很厚。上到上面的话，买票是30万越南盾，大概90块钱。这或许也是越南最高档的小区了哈。我们看一下楼下的业态啊，咖啡、SPA 啊。你看 VinFast 啊 ，VinFast 跟 Vinhomes 都是同一家母公司的。这几颗是恐龙蛋，我也是见过恐龙蛋的人了。来。这里好多这个穿着靓丽的俊男美女，进来就是迪奥优衣库。我暂且称这一个商场是越南最高档的商场。看，地下一层，地下一层是吃东西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越南最出名的本土汽车电动汽车品牌 VinFast， 像这一辆应该是要20-30万人民币了。从越南北部，我从越南北部到中部到南部旅行，看到的大多数越南人开的还是燃油车啊，但是呢，也慢慢的看到这个电动汽车。我不知道越南是否像中国一样，电动汽车越来越流行，或者说越南人如何看待电动汽车这种新鲜的事物的。如果你对这方面有观察，欢迎留言和我交流。前面有一个滨河的公园啊，这也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居民啊，来休闲娱乐的地方啊。哦，天黑的多了一点啊，这个建筑最上头是那种深紫色啊，往下就是浅紫色，在下面就是黄色。看漂亮吧，这彩色的公园。这公园前面就是一条河，就是我们这个夜游啊，这个游轮游西贡河的那一条船呢，就会开到这个地方来。我记得我在这个小区说了一段话，大概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正在栖息的这个草坪的身后有一栋自己的房屋，那应该是很大的安全感。但是当我正在回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不由得想，房子真的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吗？在不同的人心里面，房子也许是一盏夜晚始终为你点亮的灯，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也可能是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费、物业费，房价腰斩的哀嚎，卖不掉的所谓资产，将自己困在一个地方的鸽子笼。你看，好像好多人站在这个地方，像不像是看一个景点一样？哇，那边在闪电。感受一下当地人的这种休闲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那边可以说是这个打工族聚居的地方啊，那边可以说是摩托车的海洋啊，可以说是越南的中产甚至上流社会的一个社区啊。这就是西贡河，看直升飞机啊。再晚一点，到大概8点钟的时候，那些游轮就会开过来了。沿着西贡河稍微走一走啊，这个清风吹拂头发，很惬意。舒坦，很多油烟气，烧烤的油烟气，这烧烤，烤鸡腿，嘿嘿，夜晚野炊，一些居民铺个毯子，就在草地上用餐哈。这些草坪是真的好啊，这个绿油油的。
这楼下好多便利店哈 ，Family Mart、7-Eleven， 还有前面一个 Circle 啊，都是一些大的便利店连锁品牌，开的好密集的。这就是 Win Homes 哈，这个是越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是理发店、银行、SPA。30分钟17万，60分钟30万。有一家药店，水果店、咖啡店，这个银行啊 ATM 很多。哦，住宅楼的电梯是在外面的。在外墙面，想起中国一些老板来到越南开公司、开工厂，就发现这个招人啊，用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块太难了。这个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而且这边更麻烦一点是，一些工厂还有工会，就更难伺候了。就在马路边上啊。我不管你是什么有多着急的一个任务啊，这周末就是要休息。看啊，高楼林立的啊，这里市中心我感觉每天晚上都夜夜笙歌，这个歌舞升平。就没有消停过的市中心这个地方。日本餐厅的这碗20块钱哦，这个啤酒地质喝8块钱。应该是坐这一辆车游览胡志明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是蓝调时间，是整个城市最漂亮的时候，灯光亮起来了，但是呢天色又没有暗下来。15万越南盾，45块钱，但是要排队啊。为什么没人坐前面呢？前面的位置是非常好的。选了个还不错的位置啊。这几天我也没去很多地方啊，主要就是在这市中心溜达。这里有各种的活动，潮流的活动、美食的活动、艺术的活动，很丰富啊。车开了，眼前灯光璀璨的是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大厅，也称市政宫。它是胡志明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它建造于1902年，在1908年落成，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典型的法国殖民地时期风格，综合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元素，外立面装饰精美，中央呢有钟楼和雕塑，是胡志明市保存最完好的殖民建筑之一，与中央邮局、红教堂，也就是西贡圣母大教堂并列为胡志明市地标。路过市政厅以后，观光车就来到了前面提到的红教堂，也称为西贡圣母圣殿主教座堂。它是胡志明市最大的教堂啊，紧挨着前面的这个市政宫。该教堂建于1863年到1880年，受法国的影响，具有2个钟楼塔，高58米，是采用法国进口的材料，外墙的砖来自马赛。
胡志明市各天主教典礼都在这里进行，也是对外参观的一个景点。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当时呢教堂正在维修中。变化很大，变化很大。这个是越南最繁华的地方。还有什么变化吗？跟你4年前相比？差很多，漂亮很多。差很多。前来后没有这种。在今年经济学院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评论越南的：越南在过去15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但是随着国际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特别需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推动国内消费和创新，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那么胡志明是越南经济跟金融的中心啊，肩负着越南经济核心的这个重担啊。近些年来呢，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尤其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那么胡志明市的这种基础设施呢，也不断的升级，地铁、高楼大厦的建设，展现了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快速发展的背后呢，也伴随着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地方高楼是挺多的，但是这些楼房还没亮灯，所以这一条街道就明显的即将过一座大桥。这座桥应该是胡志明的一个标志性大桥。准备来到最漂亮的地方了。台湾的游客已经情不自禁欢呼：“好美啊！”他说：“你看一下，确实挺美的啊。”观光车现在经过的这一座大桥是胡志明市的一座很重要的大桥，这是一座2022年才通车的斜拉桥，全长885米，桥塔高度113米。它主要是连接市中心第1郡和新兴的第2区。这座桥梁横跨在流经胡志明市的西贡河上。在这集影片中，我们有聊到西贡河，它是起源于越南东南部的山区，向南流入东海，全长约140公里，是胡志明市主要的水运通道之一，可停靠客轮和货船。过去呢是城市贸易和物流的重要河道，如今两岸开发了大量的住宅、商业和观光项目。在西贡河上有一个来胡志明不能错过的旅游项目，那就是乘坐游船夜游西贡河。在后面的影片中我们会有介绍。那位台湾大姐说啊，她说在台湾她做生意钱好挣，所以来到这边啊，她就觉得这边的物价毫无压力啊。他说4年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夜游观光车啊，包括很多大楼也都还没有，夜晚没有那么的闪亮。这次来他都情不自禁的说太美了，太美了。看一看整个越南境内最高楼啊，就是前面那紫色那栋啊，总共有81层，叫 Landmark 81。现在就绕一圈哈，就原路返回了。但返回看的视野又不一样了哈。
这是整个胡志明天际线里面最精华的部分。有不少人在河边这里拍照，停一个摩托车就在这里了。其实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摩托车不要被交警抓到了会被罚的，但是禁不住这个景色的吸引。话说回来，这15万越南盾45块钱还值得哈，毕竟如果不是坐这一趟车，估计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我们看啊，这个车的话有2/3的时间是开在这样的马路上的。其实这样的马路没有什么风景可言啊，所以可能说游览30分钟的话，可能只有10分钟，就是有风景可看的，也就是刚才过西贡河的那一段的一个风景很漂亮啊。其他时候我倒觉得也没什么的。你平时打一个 Grab 摩托车，你都能看到的这些景色，我倒是觉得这个整个越南啊，我都走下来，我发现从旅游的角度来说，胡志明的票价是最贵的，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它是最现代化的、最繁华的，也是最多游客的城市了，所以它的物价呀、它的旅游的票价呀，相应的比越南其他地方高。你像越南啊，有一些地方很漂亮，它的票价也很实惠。
摩托车加塞挺厉害的，所以这里开汽车要比在国内开要累，然后更考验司机的技术。这些小的摩托车啊，像很灵活的小鱼一样啊，穿过一条一条的大鱼。所以来早一点是好的，因为天黑了以后啊，你就看不到蓝调时间了。又回到终点站了，从18点42分开车的，大概逛了1个小时。我们在这一趟车上看到的就是整个越南最繁华的一面了。毫无疑问啊，因为像越南首都河内都拿不出这么漂亮的夜景，但是并不见得越南很多地方都有这么现代化。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在越南也好，在中国也好，有很多依然比较贫苦的地方，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这个的口感像面也像粉，可以的。这牛肉挺好吃。这是一家日本料理店，这牛肉的话咸甜的。咸甜辣，这配料区香菜、葱花，这边是芥末、蒜末、柠檬、芥末酱油，这个是炸茄子啊，这肥牛啊，好吃。这是在胡志明的第7还是第8天了呀？来到胡志明雕像这里的话，终于没有那种
各种活动，各种文娱活动了。如果因为我前几天每天晚上来这里的话，哇，那个丰富的文娱活动啊，那个歌舞的活动啊，让你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夜夜笙歌啊！你看，今天终于消停了一会儿哈，咱们运气也挺好的，因为前几天就是他举办，连续5天举办这种，所以我也记录下了很多的精彩的画面吧。这部分内容我将在后面的影片和你分享。如果你喜欢感受越南的这种民族服饰，特别是看越南的美女，请一定要留意我后面的影片啊。好了，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